真是不知廉耻的疯妇，竟然用这种污糟事构陷邹大人，比流放扬州也是活该。是啊，周大人和顾小姐那可是郎才女貌一对佳话。3年前家乡水灾，还收养了一个孤女，这个女人居然跳出来说她是周大人老家的发妻，那个孤女是他和周大人的亲生女儿，你说可不可笑？哎，真是为了荣华富贵丧心病狂，他还有脸告上公堂，说人家杀他灭口。也亏那个养女有些良心，没有一错再错，跟着他诬陷邹大人。我叫江九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，一朝穿越，绑定了一个叫做213的系统，借着一个村妇江九娘的肉身还魂，而原身还有一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女儿。这就是原身九娘要我保护的人吗？可你没告诉我说，她会被这个用命呵护的亲生女儿背刺啊！周宁是这个小世界中的恶毒女配，母亲被父亲害死后，她随父亲去了京城，同样是女儿。周宁长期生活在周熙的对比下，内心早已扭曲。傅家老太太看中了周宁的八字，定下她为傅家长孙媳。周宁也把未婚夫傅寒举视为此生的救赎与寄托。不过也因为今日之事招惹了是非，傅家后面会敢与周熙定下婚约。周宁因为嫉恨癫狂重伤周熙名声，被打断腿赶出相府，最后被几个小混混凌辱而死。所以哪怕到了如今这地步，九娘的心愿还是没变吗？宿主，江九娘的诉求依旧是改变女儿周宁的既定命运线，别再成为周熙人生的陪衬。怎么后悔了？可是周宁，你要知道，若想成功嫁给傅寒举，光靠你八字好是不够的。若你今日被赶出相府，没有了相府养女的名头，八字再好，傅家也不会要你。记住你答应我的，我已经帮你们保住了相府的声誉，背叛了母亲，你们不能再把我赶出相府。我们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听说崖州属于三不管地带，往后我们是生是死都无人问津。我可听说崖州土匪盘踞，要么只能被他们奴役折磨而死，女子则更惨了。江九娘，你挑一个吧。这是什么？毒酒还是匕首？你挑一个。邹大人吩咐了，此去崖州鱼龙混杂，你与他夫妻一场，也算是给你一个解脱。毕竟女子贞洁还是挺重要的。劳烦转告你的邹大人，脑子有病就去治！抛妻弃女、买凶杀人的畜生，有什么资格给我谈贞洁？还要我为他守节的？哎，你是禁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既然你自己都不想守节，与其便宜了崖州那帮土匪，倒不如便宜我们这些军爷，你说对吧？说的没错，这小娘子如花似玉，嫩得像根葱，那军爷我们可就不客气了。好啊，想死的你们尽管来试试。贱人！我的手！滚！别吵着老子睡觉。对不住啊，不知道您老人家在这儿休息，我们这就滚，马上滚！心一落，落入溪间，许的花被人断肠，多寂寞。多谢阁下出手。别烦老子，困。九娘，你怎么样？那些人可有伤到你？我没事，只是刚刚那个人，他帮了我一把，得罪了这些官兵，他们背后可是邹衍，也不知道。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虽然大家同样是被贬崖州，不过他和我们这些人是不一样的。他叫贺云亭，因战事失利被抄家流放，他被发配崖州，可是他外祖家却未世袭，哪怕置于此境，旁人也奈何不了他。贺云亭。嘘，别紧张，我知道你没睡着，是受了很重的伤。我在村里时经常给老大夫采药，刚刚在附近找了这几株之外伤的药草，我就放这里了。其他的也没什么能帮到你的，你若是放心便用，不放心也可当作没这回事儿。还瞧不上老子的衣服，得算老子多管闲事。宿主，你怎么知道他受伤的？他近日扔那个官兵的飞刀可准了。那件披风有很重的血腥味儿。原来如此，不过那件衣服暖和，人家给你了，你怎么偏要还回去呀？太惹眼了，会招惹是非的。何况他身份不一般。
宿主，真是抱歉，是我太过没用，什么都帮不了你。你明明自己也是个高中生的年纪，却要替比你小不了几岁的周宁的人生负责。我本来就是孤儿，意外离世来到这个异世界，九娘愿意把肉身给我栖居，这便是天大的恩情了。为她完成心愿是我的义务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一去10000里，千之千不还。崖州在何处？生渡鬼门关。谁能想到呢？高中书本上随意翻到的诗句，有一日会成为我要去生存的地方。还有邹宁，如今我已经落到这般田地，要如何改变他的命运？213，帮我一个忙吧，你去邹宁身边帮我盯着他，他若有事，随时给我感应。大小姐，傅家的人已经上门了，说是商量提亲的事情，还不快去请？宁小姐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慢点说。傅家来提亲了，但是他们反悔了与你的亲事，要娶的人是西小姐。你说什么？我回去仔细想了想你提的，确实，他出身低微，还没过门就这样闹得满城风雨，八字再好啊，终归还是不成体统。咱们两家亲事还是换成希儿合适，总归是你教出来的女儿，知根知底，我也放心。老太太想得周到，其实说到底，她的出身条件与傅家而言，怎么都是个隐患。可是咱们希儿就不同了，您放心，将来韩景若要入世，我父亲那一边怎么都会多帮衬这个唯一的孙女婿的，那我就对这桩婚事再放心不过了。找我什么事啊？老太太和我娘把咱们的婚事换成了邹熙。韩举哥哥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我听奶奶说了。那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？邹宁，说实话，你让我很失望。在成亲前，我已经再三叮嘱过，我傅家最久就是名声有损。如今闹成这样的局面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咎由自取？韩举哥哥，那你呢？在我被诬陷偷簪子，快被赶出丞相府的时候，你有出面过为我解释吗？那是你送给我的礼物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站出来帮我说说话呢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这都是后宅的事情，我又是个男子，因为我还未成亲，怎么好去插手？那抛去这桩亲事婚约外，你爱我吗？还是其实你根本就不在意局势？只要家里满意，你怎么都可以。你明知道我的生活就是在一滩苦水里挣扎，稍微不小心那点体面就会摇摇欲坠，累积你最在意的名声。那你当初为何要招惹我？对不起，邹宁，如果因为我的不经意给你造成那么多困扰，我向你道歉。不过，既然这桩婚事让你这么痛苦，那从今以后也算是给你一个解脱吧。邹宁，我没什么好怪你的，今日一切选择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将来的后果你也要自己担着。解脱，一个轻飘飘的解脱。傅安曲，你知道我为了你失去的是什么吗？不觉得对我太过残忍了吗？快走快走！大当家的吩咐了，刚才朝廷又发配了一批留人到咱们这儿，赶紧去领人去。对，老子可是想讨个婆娘很久了，不知道这次来的这批里面有什么好的货色没有？都给老子站好了，男的左边，女的右边，你们几个去搜搜他们身上。是大当家的，没听见吗？还不快给老子把衣服脱了！老子给你脱衣服，你哭个什么劲儿？脱！求求你给我个痛快，不要这么羞辱我。真可怜。听说他落难前也曾是风光无两的翰林千金，哪里受过这种屈辱？翰林千金是吗？来了崖州，就算你是父皇也得给爷巴掌。住手！又是一个不知好歹的，你又是什么货色？敢拦着爷做事？谁敢上前一步，我让他裤裆底下那玩意儿也跟着地板一个下场。他会妖术。倒是挺聪明，经过上次还知道改用自己趁手的工具防身，只是没想到这崖州的皇室还有这样大的妙用，说是用在战场上。哟，这届新人倒是脾气不小啊，还以为在这崖州是他们能呼上喝下的地儿。狗儿，去教教他们规矩。大当家误会了，在下绝对没有与大当家作对的意思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大当家的，妖娘这种年轻的小姑娘，未落难时，在家中连万难都不曾见过。若想杀了我们，您直接给一刀便是，大家无恩无仇的，倒还感念您能给个痛快。行啊，是个会看眼色说漂亮话的。
你是哪里人？所犯何事被流放至此？农夫江九，宜州人士，所犯事由构陷朝廷命官。这个罪名，若是个胆小的，还真不能犯。那我就给你个面子，这寨子里多的是光棍小伙子，一人挑一个嫁了，我就当你们没有二心；不然，我就当你们是来给我的狗加个菜的。你看怎么样？是不是要么脱衣服，要么死，要么嫁给寨子的人，只能3选1？没错，你们自己选吧。那我选择嫁给你。嚯，他原来是看上大哥了，万年铁树要开花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自己说的，随我选。我宋幺娘选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另外，那边囚车上靠着的那位是我的大哥，我身旁站着的这位是我的大嫂。照你的规矩，我嫁给你，大哥大嫂就跟你也是一家人，你不得为难他们。什么？我和他？你想好了，不后悔？对，我宋幺娘嫁给你，绝不后悔。那小娘居然要嫁给咱们大当家！是啊，你说说，上一个嫁给大当家的，听说在新婚之夜就被吓傻了，第2天哭着嚷着都要走，自个儿跑路从山崖上摔下去，骨头都碎成了渣。幺娘，你都听见了外面的话，真的想好了要嫁给他吗？姐姐，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不是吗？选择最有权势的那个，那么至少我还能庇护你。老子可没说要你庇护。贺公子，是我冒昧做主了。不过你来崖州，想必不是表面流放那么简单吧？委任你这个兄长，日后你行事就可便利几分，而且还不需要自己筹谋，就先一步接近了荣雀。我就问你，这个人情你领还是不领？接近荣雀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你深得陛下信任，也无什么大过，突然被流放，必定有隐情。我承诺你，将来力之所及，助你一臂之力。作为交换，希望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若有一日你大事得逞，帮我九姐姐洗杀冤屈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们以夫妻之名相称，别让荣雀发现什么端倪。你是为了帮我？幺娘，我们素未平生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咱们也算是患难之交，可那一日你被官兵羞辱欺负，我却不敢站出去帮你些什么。可昨日你却第一个冲在了我前面，九姐姐，这份情我永远都记得。那什么，既然幺娘都那么说了，贺公子，你要是真的不愿意，咱们就在人前装装样子就行，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为我。行了，磨磨唧唧的，不就是装夫妻吗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操，不就是牵个女人的手吗？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？今晚怎么睡？什么？女人都这么软乎的吗？你捏我做什么？你快放开！嘘，周围有人看着呢，咱们做做样子。夫人，小妹嫁给大当家没什么不好，大当家是个真男人，会好好待她的，别不舍了。相公说的是。太子殿下，您这般千里迢迢过来，太危险了。姑也是关心你，听说你来崖州路上就遇刺了，怎么样？可严重？父皇让你不远千里流放崖州，打探荣雀的虚实，可有什么好消息？伤势已经痊愈了，多谢殿下挂念。这荣雀不是一般的土匪，他这些年架空了崖州的朝廷，自己做主，其实是当年旱灾，当地官僚贪污腐败，饿死了不少人。这些年倒是荣雀组织着百姓开垦荒地，让大家勉强吃上一口饭。官僚贪腐。姑记得当初负责崖州赈灾的是顾丞相。行，此事姑会向父皇如实回禀。你在这边办事多加小心，记住了，一定要争取招安荣雀。他若归顺朝廷，组成一支援军，咱们抗击虞国会更有把握。这么晚了，他应该睡熟了吧？我和他无缘无故，突然送一只珠钗，会不会太突兀了？算了，明日再送。你回来了。我担心你赶路急没有吃饭，给你煮了一碗面，我不小心睡着了，都坨了。没关系，我就喜欢吃坨了的。你慢点儿，没人和你抢。我在你的枕头底下放了上药，你今儿个磕破皮了，记得涂上。明天就在家休息吧，剩下的我去做。不用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在家就行。
种地这种事哪里合适啊？今儿个白天咱们去地里劳作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根本不会种地。你胡说，我只是不太熟悉。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，以后地里的事儿交给我吧。我有一个计划，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。说来听听，看在这碗面的份子上，帮你一个忙。我发现崖州的土地其实根本就不适合种庄稼，所以哪怕开了再多的荒地，也收不了多少粮食。不过呢，这地却很适合种药材。我知道边关在打仗，朝廷很缺药材，我们可以用药材向朝廷置换粮食。你筹谋这么多，想要做什么？我要让我那个狼心狗肺的前夫付出代价，受到惩罚，要让我的女儿摆脱过去，获得新生。所以我需要权势、银钱。现在我就赌这一把，男人可以封侯拜相，那你说我要是对朝廷有大贡献，是不是也可以？封侯拜相，许多男儿终其一生都不能做到。她只是一个女子，却要被逼得走上这般境地。没有想到，纵横沙场那么多年没睡过一个好觉，倒是与他相处这短短几日，每天都有好眠。饭菜热着呢，你起床可以吃，我出去一趟。看来也是个急性子。其实要扳倒丞相，对我而言好像也不是很难。当年崖州的事，那些证据呈上去不过是时间问题。至于多了一个女儿，好像也不是出不起嫁妆。老子活着了，居然连给他女儿出嫁妆都开始考虑了，要命啊要命！贺云亭，你小子迟早会栽在他手上。贺大哥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家娘子采药好像摔到崖下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将酒！今早我去找妖娘了，我从她那知道，荣雀其实很为这崖州百姓的生计发愁，让大家种粮食根本就没有出路。我把我的想法给荣雀说了，被她丢了出来，摔到了山下。估计这个办法还是天真了一些，我得再盘算盘算，让它更具有实施性。为什么愿意告诉我这些？不知道，可能在你的背上，我有一种安全感吧。我们算是朋友了，是吗？闲云弄巧，飞行传恨，银汉迢迢。老大，这嫂子气还没消吗？很有脸说，狗东西！老子让你们把人丢出去，没让你们丢山崖下去。老大，我们也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。再说那崖也不高，我们回头也让人去告诉他相公去救了。你嫂子对他有多看重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滚！切，真以为老子没你不行啊？你说是不是太娇惯他了？都敢骑到老子头上来了，老子怎么到他面前就这么怂呢？哎，你也是个不懂女人的蠢货，这么多年连只母老虎都找不到。罢了，今晚先喂喂蚊子，明儿个再去哄她。操，谁敢偷袭老子？只让你也来尝尝在下面吹风的滋味，算是便宜你了。对不住啊，我不知道你在洗澡。我刚刚，你想说你什么都没看到？看到了，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的，你不用这么在意，我不是来找你说这个的。我是认真的，这些日子和你在一起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感觉。其实，或许在流放的路上，你送我草药那次，我便已经克制不住自己不去在意关注你了。这个住宅，我想送你很久了，但是我给自己编了千百个理由，总想着以什么样的名义送给你，你才不会觉得我唐突，所以我只敢悄悄藏起来，生怕你发现我那点都不敢见人的心思。可是江九，现在我不想藏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说，要不然我们就这么一辈子过下去吧。对不起，谢谢你的喜欢，可是我现在的我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，我还要完成九娘的心愿，我该拿什么去承接你的爱意呢？真没想到，姐姐你这么能干，自己开荒种了这么多草药。你怀孕了，当心别磕着碰着。我已经联系上了朝中负责采购药品的官员，相信今年一定能有个好结果。来，你快好好歇着，我给你调理一下。好，劳烦我们江老板了。荣缺他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离家出走，看他还敢不敢为难你。你啊，这就叫做恃宠而骄。不过如今看着你和他这样好，心里面也宽慰许多。姐姐，你和贺云亭到底是发展到哪一步
步了。听说这段时间你恨不得住在地里，时时刻刻避着他。我跟他你还不知道吗？本来就是做做样子的关系嘛，我们之间横亘的太多了，我自己一大摊子事都没处理呢。他要离开崖州，要上战场了。姐姐，这一上战场可就是生死难料，幸福若是错过了，那可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他要走了？对啊，皇帝下旨特赦，他在崖州要办的事估计已经差不多了。陛下恢复他大将军的官职，马上要出征与虞国开战。他还向陛下禀明，与你在崖州缔结过婚约，夫妻一体。姐姐，你如今也不再是阶下囚的身份了，这天地之大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再也没有限制。剩下让我转世真可惜，最后还是没能将你送出去。也罢，也许这辈子不再会有这个机会了，那就当给他留下一个念想吧。如果他还愿意接受我这个过客的话，离别的话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吧。你不是不愿再见到我吗？对不起，我后悔了，贺云亭，你愿意给我3年的时间吗？好，3年，那就一言为定。所以贺云亭，请你一定要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千次万次的保证自己活着。珠花我拿着，3年之后，你若还愿意娶，我便嫁给你。有心与君相逢，刻在心上。果然啊，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还好没让他得逞，不然顾家和傅家的这桩婚事就毁了。是啊，人家傅公子与周熙小姐情投意合，他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下好了吧？不仅腿被打断了，丞相府也不留他了。阿宁，你太让我失望，从前你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卑劣的手段陷害希儿呢？周宁，我们相府与你的情谊已经到此为止了，居然连陷害周熙明杰这样的事你都做得出来，你滚吧！陷害？我不过是将事实抖落出来，怎么就是陷害了？是我逼着他给太子凑定亲献物的吗？他一边与傅家定亲，一边与太子纠缠，事情败露就哭鼻子装可怜。说到陷害，从前说我偷他的簪子，后来他自己找到了证明不是我偷的，你们有站出来给我道过歉吗？够了，阿年，你如今已经变得这样疯狂了，从前的无心之过也值得你拿出来清算吗？希儿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更清楚。韩菊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从前的事情那都是误会，我不知道您姐姐正因为那些误会，如今还记恨在心，想要毁了我。希儿别怕，我会为你做主的啊。好一个郎有情妾有意，傅韩菊不是最重规矩吗？你不是说这些后宅的事情你是不愿意插手的吗？原来你不是没有心，也会有规矩里以外的偏爱和贪污，只是这些你从未给过我，不爱我就别招惹我呀！为什么你们要这么残忍的对我？简直是个疯子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走！他要哭要闹随便，别让他在我丞相府门口丢人现眼。不用你们动手，我会带走他。还能动吗？我若背你离开这儿，你可愿意？想清楚了，离开了这儿，你便只是邹宁，没有那些锦衣玉食、荣华富贵，只是最开始一无所有的邹宁。又是你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江九娘私自逃出流放地，可是要杀头的。这次谁也救不了你。还愣着干嘛？把他拿下！我已得到了赦免文书，你们谁敢动我？邹大人、顾小姐，今日我来只为了带走邹宁，你们相府竟然把他赶了出来，我接他离开，你们有什么理由阻拦？周宁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做伪证是知法犯法，是要被充军的。你确定要和这个女人离开吗？你们既然赶他出去，并不代表他不能跟别人走吧？至于那个人是他的亲人还是仇人，这跟你们有关系吗？我也没说过是要以母亲的身份带走他吧。她是我母亲，从前是我狼心狗肺，为了荣华富贵，为了嫁给一个不值得的男人，帮助邹衍那个杀人凶手隐瞒真相。她是我的母亲，哪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？哇，好一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，居然为了荣华富贵不认亲娘，还害得亲娘被流放受苦。你们说说，那当年这个农妇控告周大人的事，会不会也是真的？那个周大人难道真的是他的父亲啊？邹宁，因为你背叛亲生母亲，我们被你蒙在鼓里。不知道那女人和你居然还有这样的关系。今天你记恨我们，是不是又要倒转过来给我们泼脏水了？诸位，这个女子心肠恶毒，千里妄议，她的话如何可信？邹大人，你确定邹宁真的不是你的女儿？那你敢当众白纸黑字的写下一封声明，按下手印吗？有何不敢？来人，取来纸笔。邹宁，收下这份声明，你和这个女人最好好自为之。再敢传出什么风言风语，天下人都只会把你们当笑话而已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们动手吧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圣上有旨，顾丞相贪污崖州赈灾粮饷，证据确凿，今已查明，特命本太子亲居，顾氏一族满门抄斩，不得有误。这不可能，太子殿下，不可能的！顾丞相已经被带到大理寺关押了。顾大小姐，您若有冤屈，咱们可以去大牢里说。动手！太子殿下，您为何对我这么残忍？您要迁怒冲我来，求求您放过我父母。什么晦气东西！索性，你送姑荷包的时候，姑已经警告，别来沾边。安九哥哥，你救救我！你和太子之间，所以阿娘根本没有诬陷你。邹大人，当年你靠着一副好皮囊扒上了顾君临，如今也是自作孽，记得保护好你自己的屁股。毕竟贞洁对一个男人来说也挺重要的。虽然你也不讲究这些，可是顾大小姐会在意的，你说对吧？贱人，我杀了你！谁敢动本将军的夫人？天地的爱恨让我激动，千百里山河不为我迁就。回来了。是我信守承诺，回来娶你了。这份离愁。还疼吗？这碗药喝完，我就安排大夫给你接骨了。你不恨我吗？当初是我背叛你，为何要回来救我？其实某种意义上你没有说错，我不是你的母亲，相信你当初就看出来了。我只是借着这具身体活着的局外人，替你的母亲扭转你的命运。那我娘呢？你心里面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？邹宁，你记得你第一年随你爹去丞相府的那个新年吗？那一年，你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九娘被你父亲下毒手推下悬崖。其实你一直是嚷着要母亲的，邹衍怎么都哄不好你。你逃跑，被关，你把你父亲的胳膊咬了好大的牙印。大过年的，你被他们丢在风雪里冻了一个晚上，也要挣扎着离开。可后来是怎么变了的呢？妹妹，你醒醒啊！天气这么冷，别跪着，我已经给邹伯伯求情了。对了，这件棉衣是给你的，新年快乐。是因为父安居，因为那可笑的一见倾心，我开始变得温顺乖巧。因为他们说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和他在一起，才能再见到他。可是娘亲不在以后，第一次有人送我东西，那个冬天很冷很冷，可那件衣服很温暖。可是你不知道，那个新年，你娘就在与你一墙之隔的地方苦苦的哀求，才终于央求到那个富贵小公子，让他替自己把那件亲手做的棉衣送到你的手里。再后来，他就在那片雪地里面悄无声息的死去了。他因为太过担心你，魂魄久久萦绕，不肯离去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九娘的夙愿，帮助周宁获得新生。周宁也忏悔自己从前的过错，站出来指认罪行，背叛充军改造，而叔便入你组建的军队医官行列。您现在有两个选择：一，归还您肉身，送您回原来的世界；二，归还您的肉身，继续在这个世界活下去。我选二。在从前的世界，我本就孑然一身，可是这个世界里已经不一样了，我有了亲人、朋友，还有很爱我的一个人在等我回家呢。已为您选择完毕，系统即将脱离。宿主213与您相伴一程，祝您收获自己的幸福人生。我们有缘再见。再见。好生热闹啊！没想到大将军打了胜仗归来，第一件事居然是请旨赐婚。新娘子长得可漂亮了。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大将军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，他娶的可是甚胜清风的江宁侯，第一个以女子身份封侯拜相的姑娘。了不起啊！听说他种植药草，编纂药典，救了边关许多将士的性命，还劝降了当年在崖州盘踞的匪头龙雀，也就是如今的江东王。你看，江东王带着王妃和世子都来参加婚礼了，他和江东王妃还是好闺蜜呢。江东王一家可是用1成税赋给他添妆。从前我想成为你的靠山，让你不用这么奔波，没想到最后却是我差点都配不上你。那你可要努力了，我的大将军。悄悄地闯入我梦里，无声无息又无了花期，长街人来往熙熙，今夕是何夕？